OK，这一支 video 是关于MRT Line 3的相关新闻来的。OK，之前我在不久前也是有做过相关的内容啊，只是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呢、是在 collect public interest，就是在收集这公众的一些回馈、一些反馈。OK，这还没有正式开始的，一直到前天7月17号前几天呢、我们的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正式签了，讲 approve 了这一个 MRT Line 3的这个项目了。OK，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正式迈入了 land acquisition 的阶段。OK，现在才要开始收购地啊，所以这一个收购土地的这个工作呢，预计是会做到2026年尾。然后全部东西完成好才开始 construction 的啊，所以你看要做一个 infrastructure，其实它的过程其实挺漫长一下的了。OK，so 这一个新闻里面它还是有提到一个重点，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所需要涉及到的会被影响到的土地呢是大概1000个lots 的土地。OK， 经过这一轮的 feedback 过后，他们调整了过后，他们终于把那一个会涉及到的土地减少到690个 lots 而已。OK， 然后重温一下啦，这个 MRT Line 3呢，其实就是它可以当做是 Line 1和 Line 2的最后一块拼图啦，因为它是连接 Line 1和 Line 2没有经过的城市的。OK， 所以它全长是51.6公里，会有10个 interchange stations， 包括了 Line 1、Line 2，还有其他的 line 啊。然后这整个 MRT Line 3全长是73分钟。OK， 所以是相当的长的一个路线来的。OK，so 重温一下 ，OK， 这个 MRT Line 3会经过什么地方？我现在是看上网找哦，其实它 MRT Line 3的相关网站我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些资料啦是从以前它刚刚发布出来的时候，给我们要收集我们的 public interest 的时候，我收着，我储存到现在的，OK，所以我就简单把它分成几个区域啦。第一个会经过的地方就是 Montclair、Segambut 那一带，OK，所以这一边哦，我能够看到的是 Montclair 那一边，那一个 property 的 value 应该又会再上多一轮啊。如果这一个 MRT Line 3完成了过后。Montclair 那一带的房子的价钱，不管是卖价还是租金，尤其是租金啊，我相信会有再多一轮的涨幅的。至于涨幅是多少呢？就看到时候的行情是怎样啦。因为如果讲回 Montclair 这个地方哦，其实现在是没有 MRT、LRT 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住在那边的人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公共交通哦，又或者是搭 Grab 啊之类这样。所以如果有 MRT Line 3，是真的会带来很多方便的。OK， 然后还会经过 Segambut， 然后它会经过 Segambut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时常卖 project 的时候时常讲到的 North Carolina 那一带咯，所以那一边目前也是有好几座 residential project 在进行着的。而且我们所代理的项目啦，距离这个 MRT Line 3的 station 也是相当的靠近一下，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来了解更加多啦。OK，so 经过了这一个Segambut那一带，它就会进去那个哪里啊？那个Metech， 就是 KL Metropolis 咯，也是在 KL 北部的一个大发展项目来的。所以在这一边，它就是真的是很完整了的啦。这个 MRT Line 3，我相信有了这一个 MRT Line 3，能够减轻 Metech 那一边的那个车流量的负担啊，因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如果 Metech 那一边有进行什么大项目啊，还是展览啊，每个人都是要开车或是搭 Grab 去的，所以搞到 Metech 那边的停车位都是相当的拥挤。所以如果有了 MRT Line 3，就可以好像其他国家的那些大型的会展中心这样子，好像 Singapore Expo 那些也是有 MRT 的，所以 Metech 这边一定要有 MRT 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然后经过了 KL Metropolis， 我们就进去Setia Wangsa、Setabak 那一带。OK，so 现在Setabak Setia Wangsa 这一带其实是已经有了 Kelana Jaya Line 啦，所以如果有了这个 MRT Line 3，它就会更加的方便哦。就比如说拿回 Cheras 这个例子来讲的话Cheras 这边也是有少许的LRT Line 的 station， 但是有了 MRT Line 1这个 station 过后
这边是有多方便，大家都可以体会得到了。尤其是如果你在看这支视频，也是住在 Cheras 的，你就明白我讲什么了的了。OK， 经过了Setapak过后，他们就会回去，就会经过 Bukit Antara Bangsa 那一带，然后就会进去安邦区了。如果是按照之前我所储存下来的资料啦，它是会沿着 MR2 那一条 highway 一直往下走，一直往南走。OK， 就会经过班代因大啊、安邦啊、太子园啊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就会进去回去 Cheras， 它会通过达曼 Cheras，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Yolik那一边啊，那个班代 Hospital 那一边。经过那一边，然后他就进去达曼米达，所以他也是会有一个转接站，在达曼米达也是会有一个转接站去回 MRT Line 1的 station 的 ，OK， 然后就进去 Permaisuri 那一带，就串回去 Sungai Besi Kuchai Lama， 然后再回去 Klang Lama。我也是很希望Genting Klang也是会有这类型的交通工具，因为目前Genting Klang的公共交通就是巴士而已，公共巴士而已，所以。住在Genting Klang的人哦，要么他们就是搭巴士，要么他们就是开车。我相信大多数都是开车了，所以你看Genting Klang是那么的塞车，也就是有原因的。OK， 所以在Genting Klang也是会有一些项目，有一个项目是非常非常靠近这一个 Line 3 Station 的。OK， 也是一样，有兴趣的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来了解更加多啦。然后。经过了Genting Klang过后他就直接穿回去班代 ，OK， 就是Kerinci啊，班代那一带，就是Bangsar South 那一带了的啦。Before 进Bangsar South 的之前哦，他会经过班代的，所以就会benefit 到现有的住宅区啦。同时间我看到的啦，也是会 benefit 到Bangsar South 的，因为Bangsar South 目前为止也是只有一个 Kelana Jaya Line 的 station， 那就是 University Station。他们是需要如果是要去Bangsar South 或者是离开Bangsar South 的话呢，就需要用到 UOA 集团他们所提供的 shuttle bus 服务去到 University Station。但是 MRT Line 3完成过后呢，OK 一头一尾就会有2个 station， 一个是 Kelana Jaya Line， 一个是 Line 3。OK， 所以Bangsar South 也是会 benefit 到的。然后最后他就会回去 University Malaya。真正在它的 campus 里面，至于是哪一块地，我就放出来这一个屏幕上面给你们参考啦，然后又再转回去这一个那个 Mont Kiara 那一个方向了，所以它就是这样子整个圈就这样完成了。OK，so 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啦。So 不知道你对这一个 MRT Line 3有什么期望，有什么看法？欢迎在 comment 区那边留言交流一下啊！如果你们是现在是住这，如果你们现在住这的地方是将来会有 MRT Line 3经过的话，首先恭喜你，然后也想听听看你有什么想法啦。OK，so 喜欢这一支视频的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出去，然后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的人啦。OK，so 希望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我们下个 video 见，拜。